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陪我一晚。休想，白日做梦，痴心妄想！你这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这个正在睡觉的男人，马上就要被夺舍了。只因龙翔在执行系统任务中嘎了，系统为了早点解除绑定，无奈给他安排了一次夺舍。李翔，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在经历死亡后获得了重生的机会，但想不到的是，他的记忆跟异能却被龙翔给截获并夺舍。难道我真的重生了吗？系统承不起我。李翔迅速融合了这具身体的记忆，并查看手机，确认时间无误后陷入沉思。这个世界半年后，太阳爆发了一次剧烈活动，全球温度飙升至60度以上，大部分河流湖泊蒸发，海平面下降，夜晚则下起腐蚀血肉的酸雨，末世降临，人类陷入了绝望之中。李翔，现在才1点多，你就已经开始打瞌睡，不想好好干的话，立刻给我辞职滚回去！李翔刚想说话，却又停住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意识正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空间，而这个空间大到什么地步，无法形容。这是空间异能，他不但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而且还拥有了一个异空间。李翔，你立刻写辞职信，立刻，马上！柳如烟，她的顶头上司，公司的财务主管，也是整个公司的女神。不知道有多少人晚上幻想着她进入梦乡。她摇着丰满的屁股进了独立办公室，引来一堆男人的垂涎。辞职信这么快就写好了？自从我入职以来，你一直在针对我。针对你，你也配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立刻就写辞职信。你想知道原因？好，因为你长得像我的前男友。卧槽，所以你就一直给我穿小鞋。哼，你和苏建结婚3年了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都准确的说出你们结婚3年，你还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不用辞职了，以后我也不会再针对你，我保证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自然一言九鼎。我说辞职就肯定辞职，哪怕柳如烟不开除他，他也没有心情上班了。还有半年就是末世，他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当然不急这么1-2个小时，也可能是4-5个小时吧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陪我一晚。休想，白日做梦，痴心妄想！你这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敢对我有想法？李翔，这可是办公室，你不要乱来，我只要一叫，外面的人立刻就能听见。所以你和苏建坑了公司3000万的事情，也不怕被我说出去是吧？柳如烟是公司的财务主管，而苏建呢，主管采购。按理2人如果结婚的话，公司肯定会让他们中一个换岗，所以这2人隐瞒了结婚的事实，而且苏建还虚报采购价，反正是自己老婆审批，3年下来一共坑了公司3000万。钱事实还得到5个多月后，2人东窗事发。当柳如烟被帽子叔叔从公司带走，好几天后他们才知道了真相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刘主任虚报账目，窃取公司3000万，这要判多少年？你是在勒索我，这是犯法的。什么时候一夜情也成犯法了？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60度。这个女人只因与老公侵吞公司资产3000万，便被李翔要挟陪她一晚。但是一直洁身自好的柳如烟怎么能接受这种事情？你让我考虑考虑。我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，是让我走还是留下来，随你的便。上辈子干嘛要那么老实？放飞自我，随心所欲，这才是享受人生。卧槽，难道我还有曹贼属性？我去酒店开房，你先过去，我总得找个借口才能离开公司。不，就在这里。你疯了？这是公司，是我的办公室，随时都会有人过来找我。我把窗帘拉上了，门也锁上了，只要你声音小点，不就没事了？不愿就算了，我不喜欢勉强别人。唉，等等，我答应你。来点音乐助助兴。你当我是鲲吗？刘主任，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字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请进。刘主任，李贤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刚才在帮我整理文件。哦，这样啊。对，就是整理文件。这真是一个疯狂的下午。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我在地下车库等你，你最好在1分钟内过来，不然我就打电话给康总了。康总就是公司的总经理，
李翔根本没有康总的电话，只是吓柳如烟。柳如烟哪里敢赌，最后一丝侥幸也没了，只有咬着嘴唇点头的份。李翔，我求你了，我可以给你5万，你完全可以用这笔钱去包养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可惜啊，你的钱我可不敢拿。李翔离开了公司，回家路上特意去菜市场买了几条活鱼和2斤小龙虾做实验。开始实验。李翔进行了数小时的实验，测试异空间的能力。如果用异空间包裹的方式收取物品，那么需要先用异空间将物品包裹住才行。只要是独立的个体都能收，活物也是可以收进异空间的，最多能存活1分钟。我可以通过意识看到异空间中的一切，也可以用意识操控异空间中的物体。我必须弄清楚，因为这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救命的。李翔将自己收进了异空间，体验了一番。高温末日即将来临，全球温度超过60度。李翔通过反复实验证明了异空间中没有时间存在，接下来便是要准备物资。高温末日当然要找降温的方法，冰块可以降温，并且融化后可以饮用，实在是最佳选择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储存大量的冰块，并且要打造一所保温安全屋。然而这一切都需要马尼。李翔突然眼前一亮，干脆干票大的。晚饭后，李翔来到体彩店，根据前世的记忆买了99注彩票，1等奖的奖金总额是奖池的45%左右，单注最高500万。那么只要买的人足够多，理论上可以博取近5亿的收入。当然了，李翔没有那么贪，他只需要赚到购买改建安全屋的钱就行。但是谁又会嫌钱多呢？当李翔回到家时，隔壁的大门正好打开，走出来一个打扮精致的少妇米小璐。刚结婚不超过3个月，不过她和李翔发生冲突不下5次。只因他有次发现李翔穿着外卖员的衣服出去，知道他还兼职送外卖，之后每次见面就对李翔百般嘲讽。你怎么还没有搬走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搬走？你一个送外卖的臭瘪三，就应该住在贫民区去。住这里不是拉低我们业主的层次，影响房价吗？我就住在这，暂时没有搬家的打算，要搬的话麻烦你们搬。你一个臭瘪三，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，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？行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考虑卖房。说，你陪我1晚。臭瘪三，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不过李翔只是一推，米小璐就腾腾腾的连连后退。米小璐气炸了，因为李翔这一推刚好按在他的胸上，甚至他还可以感觉到李翔用力抓了一下，他居然被一个臭瘪三吃了豆腐。你洗定了，洗定了！米小璐可不敢再扑上去，万一李翔色心大发，当场将他给办了呢？被这么个臭瘪三穷屌丝完了，哪怕将李翔判了死刑又如何？这样的羞辱会跟着他一辈子。有困难找叔叔。喂，这里是……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60度。这个男人只因抵抗女人袭击的时候不小心抓了一把，就被女人认定为吃豆腐，要110处理。很快叔叔就上门了，并调取了监控。李翔说明了情况，根本没有多添一个字，因为并不需要，他全程都站着脸，哪怕最后推那么一下也是拒敌。刚才确实抓了一抓，但只不过是他的本能反应而已。不过手感确实不错，饱满又富于弹性。李先生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米女士，请你以后不要浪费宝贵的警力资源。110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将李翔带走，这让米小璐非常不满。等晚上她老公郭海回到家，气死我了！今天李翔那个家伙竟然想非礼我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，还好我机灵，要不然就让他得手了。我看这家伙是活够了，不知马王爷有几只眼。对于袭胸事件，他实在是羞于让人知道，除非可以把李翔定罪。所以这事他告诉了110，却向老公做了隐瞒。你有事吗？快放开我老公！放开我老公！我自问从来没有得罪你们，可你老婆却几次3番羞辱我。今天我不过稍稍反抗一下，怎么就成10恶不赦之罪了？米小璐见状，想要把老公救下来。你很勇啊！她现在的身体素质确实牛逼，2只手各拎着一个人，却还是轻轻松松，感觉还能再加点重量。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，否则我就不会再这么客气了。那一记关门声好像打在了2人的脸上，让这对夫妻脸色难看无比。老公，怎么办？米小璐有些怂，同时拎起2个成年人，这力量太吓人了。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欺软怕硬，之前怎么骂魏明也没事，他就愈发胆子大，也越来越过分。可现在魏明不但反抗了，而且表现出了恐怖的力量，立刻就让他害怕了。
我们报警。报什么警？你是傻的吗？是我们闯进了人家的屋子，人家只是把我们赶出来，报警了之后，让治安员来抓我们吗？你居然骂我！你不傻吗？随后传出了激烈的吵闹声，隔壁的李翔都能隐约听到一些动静，他不由咧嘴一笑，这就是全部吗？当然不可能了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60度。这个女人因为与老公盗取公司资产3000万，又被李翔约到了酒店。李翔，你昨天居然没打电话，没发任何消息给我，今天还是一样，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好了？我告诉你，追我的已经排成一个师了，你不知道珍惜，自然会有珍惜的人。我同事今天买了一个包，超漂亮的，才2万块，你给我买一个，我就考虑原谅你，要不然就分手吧。你想屁吃吧？行，分手吧。在末世来临之前，他有的是时间，可以跟这绿茶一家慢慢玩。另一头，左青青不可思议地看着手机，李翔居然挂了他的电话。他怎么敢的？而且他居然说同意分手。左青青不敢相信，之前他只要一提分手，李翔就会事事退让，除了把那套房子送给他弟弟当婚房，可刚刚自己明明没有把话说死，这家伙却同意分手了。他是疯了吗？不，这家伙一定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反过来着急，掌握主动权。哼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，相信不用几天，你就会屁颠的跑过来找我。舔狗就是这样的。老公，我闺蜜欢欢今天喝醉了，我得去一趟。欢欢是她的闺蜜，经常喝大，而一喝醉就会找柳如烟求助。苏建早已习以为常，丝毫没有起疑心，反倒问道：没问题，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用啦，我自己就行。李翔早早的来到酒店等候柳如烟，丝毫不担心被放鸽子。底线这玩意，退一步就意味着退无数步，所以昨天柳如烟去了车库，退了这一步之后，便意味着她已经被李翔拿捏住了。你不能再这样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放心吧，我马上就要去南极了。你要去南极？他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去南极旅游一趟可是花费不菲。李翔订的这一趟更是包括了登岛，花费18万多，全程也至少要2个月吧。这家伙是神经出问题了吧？所以去南极之前，你要随叫随到，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。你得保证。我保证。李翔随口道，心中则是冷笑，这女人足足针对了他3年，也践踏了他3年的尊严，怎么可能如此轻易放过他？来，我给你准备了点小礼物。小礼物？这个牌子的丝袜很受欢迎，听说穿上特别舒服，你试试看。哇，你这也太突然了吧！别紧张，我只是想看看你穿上后的效果。你好坏哟！你穿上真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在公司里有不少男同事都在偷偷关注你呢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。但他立刻动作一顿，俏脸一红，因为李翔不就是他眼中的癞蛤蟆吗？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？有没有陪上面的一起打扑克？我又不是鲲，没有那么贱，也不至于为了往上爬而陪人打扑克。我可是从海都最好的大学毕业，业务能力摆着呢。是，所以你和你老公盗取了公司3000万，居然瞒住了好几年，也不知道后来又是怎么让公司知道的。那真是便宜我了。我要是告诉那些同事，把你这个不可一世的女神给拱了，不知道他们会羡慕成什么模样。有几个家伙私底下还说，哪天拉你一起强行打扑克，哪怕失去自由3年5年都值了。嘿嘿，他们终究没有这个胆子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，李翔却整天忙着约女神，一觉睡到了中午。果然睡到煤气踩起来就不会有起床气。看到地上残留的战场，李翔心里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，把一把小雨伞收入了空间。今天是开奖的日子，我得赶紧去体彩中心领奖。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彩票，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后，告诉他中了大奖。果然，因为世界杯的关系，购买彩票的人暴涨一大截，也助推奖池来到6亿。这次头奖每一注是256万，李翔独揽99注，便是2.5344亿。恭喜您，您中了2.5344亿元的大奖，扣除税费后，您将获得2.275亿元。哇塞，太棒了！那我就拿走2个亿吧，剩下的零头全捐了。这已经大大超出李翔的预期，他预想的是最多1个亿，底线则是5000万，让他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下看中的房产，并立刻开始改造。李翔离开了体彩中心，第一时间回到小区边上的房产中介那里。他要购买自家小区里的一套别墅，要是住得太偏太远，虽然安全，但怎么报复左青青这家人，又怎么当曹贼？
小区中有一套别墅正挂牌出售，开价2500万，地面3层，地下1层，其实就是车库，与小区的地下车库是相连的。很快，李翔与房东签订了购房合同，并支付了首付，拿到了钥匙。下一步，他联系了全家集团名叫夏冰的改造商，希望将别墅改造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避难所。我希望这个房子尽可能的坚固，最好连炸药都炸不开。您这要求可真高，不过没问题，我可以帮您实现。第二，隔热效果要像以前放自行车上卖冰棍的那种，大热天箱子里的冰棍也不会融化。满足这2点的基础上，尽可能的使用最好的材料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难道会爆发战争？可真要爆发战争，这样的改造有什么意义？挡得住炸药的冲击，挡得了导弹，挡得了核弹，但顾客就是上帝，观众就是老爷，只要赞到位，改成坟头都没问题。预计改造需要8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时间太长了，能不能缩短？如果您不介意多花钱的话，5个月应该可以完成。李翔算了一下，那别墅改造好了之后，还有25天末世才会降临，完全来得及。好，费用嘛，3000万。这真是良心价，主要你赶工期，不然我至少可以给你省500万。有道理。3000万的话，能用上最好的材料吗？夏冰就有些懵。李翔有疑虑的地方，居然不是价格的高，而是担心材料不够好。哥，你放心，3000万真得够了，足够用上最好的材料。导弹我不能保证，但 C4 绝对不可能炸得开一道墙。话我放在这，要是不能兑现，你可以在海都到处宣扬，我从此退出这一行。那就好。接下来，他继续为自己的曹贼属性做加成准备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这个男人因为李翔的魏武遗风，马上就要被戴帽子了。我又回来了。拿这个烤鸭嘎不？他和米小璐新婚还不到1年，正在为播种下一代而努力，怎么可能用得到呢？所以为什么地上会有这玩意？我特么！锅海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瞬间只觉头上绿绿的。贱人，让你在家当家庭主妇，你居然敢给我偷人！米小璐，你特么给我解释解释！你疯了，对我这么吼！这是什么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地上怎么会有小雨伞？然后她才恍悟过来，丈夫为什么要抽自己。这不是我用的，不，这不是我和别人用过的。老公，我绝没有出轨，你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贱人，我在外面辛苦工作，你特么居然在家里偷人，给我戴绿帽子！要说米小璐真得偷人了，那这顿打她肯定只能挨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郭海，你给我嘴里放干净点，我出身书香门第，结婚的时候才把自己给你，我干不干净你不知道，你现在冤枉我，不但是在侮辱我，也是在侮辱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。郭海只相信自己看到的，哪里肯听米小璐这种无力的解释。小雨伞会长腿自己跑过来，你没和哪个奸夫用过，又怎么会出现在此？不过你们也真是明目张胆，居然就把小雨伞随便扔在地上，这是怕我不知道，还是当我瞎了？你个贱人，今天我不把你打出翔来，算你有本事。李翔没空再去给这对夫妻制造麻烦，这几天他要准备一大波食物和纯净水，然后再去大漂亮之后可以搞零元购。外卖直接点了1000份，为什么？主要担心国外的伙食吃不惯。外卖小哥直接懵了，还问他要不要报警，感情是以为他被歹徒劫持了，不然哪需要吃这么多饭。再去酒店订酒席，订了500桌酒席，直接送到小区车库。很快，出发的时间到了。经过几次转机后，终于到达了门前。在一个没人的角落，李翔控制异空间张开，沿着冰山的边沿包裹了过去。这速度快得惊人，不超过2秒钟，整个过程就完成了。收，顿时南极大陆一下子变得光秃秃。接下来，李翔开始在全球大肆开展零元购，潘帕斯草原的牛羊肉收，智利的车厘子收，古巴的雪茄和朗姆酒收，巴西的咖啡收，大漂亮当然不能放过，大型卖场、仓库、各种物资以及各种众生平等器，能搞到的李翔都想办法搞到，实在搞不到的就只能先暂囤在这边的仓库了，以后有机会再来取。李翔在大漂亮待了1坤月，根据大漂亮公布的数据，给大漂亮造成了数以万亿的损失。离开大漂亮，顺便去了一趟北极，把北极的冰山也收了，顺道在大毛子家收了几10枚和平之光，然后在欧盟各国周游了一下他们的众生平等库，最后又去了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等，自然是为了收取水果，以后除了库存，哪还有水果可以吃？前后花了近4个月的时间，李翔终于回到国内。末世高温来袭，
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，这个男人却在全球大肆开展零元购，收获了数以万亿的物资。李翔订了豪华头等舱，有专车接送。当加长轿车来到启东城，众人被轰鸣吸引过来，如此豪华的车，定是某个大佬。当李翔下车后，众人大跌眼镜。怎么会是他呢？传言是真的。那套别墅真是李翔买下的。他哪来这么多的钱？突然有这么多钱，肯定不干净，举报他。小区业主们议论纷纷，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，何况李翔根本没想保密。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每天坐在一起东家长李家短的聊八卦，对于李翔买下别墅的事情也是当笑料。李翔的父母早过世了，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些邻居自然不相信。但现在李翔坐着这么豪华的车回来，不相信也得信了。毕竟加长轿车是大佬的金名片啊，年轻多金，关键还未婚，这不就是我的乖女婿吗？小李啊，我是你陈阿姨，住16栋的，你这是刚回来吗？李翔点点头，但丝毫没停下脚步。平时没人让座就化身重度残疾的陈阿姨，此刻却生龙活虎，紧跟李翔身后，一张老脸都快笑烂了。你好像还没有对象吧？我给你牵线搭个桥呗。我女儿长得可漂亮了，硕士毕业，现在在银行工作，只比你大了3岁。人家都说女大3抱金砖，要不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，让她晚上推掉所有应酬，你们约个地方聊一聊。阿姨，我很忙的，今晚没空。那明天晚上呢？再说吧。李翔直接加速离开，程阿姨跟了几步就累得停下了。但想到李翔2500万的别墅，他就不可能放弃。等女儿晚上回家，赶紧和女儿沟通一下，女追男隔层纱嘛，只要女人够主动，怎么可能有追不上的男人？他对自己女儿颜值什么的都非常有信心。李翔回到自己家，刚从电梯出来就碰见米小璐，厚厚的衣物却盖不住她的身材，让人垂涎。看李翔的眼神十分不屑，拎着袋子就走了，好像被李翔多看一眼就会怀孕似的。刚到楼下就听见邻居议论李翔什么别墅豪车，听得他一愣一愣的，怎么可能？这个穷瘪三居然成了大富豪。李翔往沙发一躺，清点着他空间里的东西，南北极冰山、大漂亮国零元购的千亿物资，各种肉类果数数不胜数。准备工作已经做了至少90%，现在有时间来玩耍一下。因为进入末世后，时间是最不值钱的，大家啥都干不了，只能躺平，所以必须准备娱乐项目。柳如烟、米小璐上辈子侮辱我，这辈子就给我当宠物吧。至于左青青，更是当宠物都不配。经过一次生死，李翔已经彻底黑化。别墅改造装修的进度，哪怕李翔人在国外，夏冰也会隔3差5的向他汇报进度。两人签了合同，如果夏冰不能按时完成工程，那可是要赔上一大笔钱的。所以夏冰绝对会全力以赴，根本不用李翔盯着。那么要做的就只是继续收取物资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刚刚零元购回来的李翔又给柳如烟发了个消息：28号那栋别墅是你买的？是。你怎么会有钱买别墅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是你女朋友。早分了。他竟然敢挂我电话，这已经第2次了，当即就要打个电话去臭骂李翔。但想到李翔这么有钱了，又把怒火压了下去。青青，那小子是不是真有钱啊？别墅确实是李翔买的。太好了，青青啊，快让李翔把别墅让来给洋洋当婚房，你和他在原来的旧房结婚。左青青皱了下眉头，有些不满。他虽然是伏地魔，但也希望自己能够住上大别墅，这样多风光啊！怎么把别墅让给你弟弟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别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，现在只是让你腾一套房出来，又不会让你无家可归，你就不乐意了？再说了，那小子既然可以买一套别墅，以后就不能再买第2套、第3套吗？有道理。你先让你弟弟有房子结婚，这还在推3阻4的。不会的，姐姐最疼我了。行，别墅就让杨洋住。可是李翔前几个月就和我分手了。你是不是蠢啊？信不信我提前送你去见佛祖？没事没事，分手了还可以复合。我们女儿长那么漂亮，哪个男人能够拒绝的了？青青，你现在就去找李翔，一定要劝得他回心转意。别看他在李翔面前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，但在家里可是地位低下，凡事要是敢顶嘴，那不是打就是骂，早已经习惯了顺从。把左青青推去找李翔后，走着去看看我们的大别墅。最激动的当属左阳，他才22就拥有了自己的大别墅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老板，有3个人自称是你女朋友的父母和弟弟，非要闯进来看看。
左家人做这种事，李翔一点不觉得意外。我没有女朋友，他们是冒充的，你赶他们走，要是他们撒泼的话就报警。对了，别忘了开录像，毕竟有些老人会耍无赖的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李翔，你快点开门，我敲你门大半天了。我不在家，出去了。还有，我现在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这种行为属于扰民，再来敲门的话，我会报警的。我爸妈和弟弟去参观一下别墅，帮你看一下进度，工人有没有偷懒，甚至偷材料，一片好心。你为什么要让工人把他们赶走？我去，这人什么脑回路？他们有什么资格进我的别墅？我没报警说有强盗小偷进我家就已经很客气了。左青青，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早在4个月前就已经分手了，毫无关系，你的脸咋就那么大呢？你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发财的？呵呵，告诉你好了，我在世界杯的时候买了足彩，赢了2个多亿，这4个月我又拿着钱去港岛买了黄金空投，反正又赚了，现在有20多亿。20亿当然是故意骗他的，为什么？让左青青抓耳挠心啊！原本两人只要不分手，这些钱不就是他的了？但现在呢，20多亿啊，他晚上做梦都不能安稳。2个亿是多少？一个限量款的包包是20多万，那2个多亿岂不是可以买了100个？不是1000个，哪怕一天买一个包包，也可以整整买上3年。天啊，天啊，天啊！等等，他刚才说的是20亿。顿时，他声音都温柔起来了。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其实，当时我也是一时气过头了，才会说出分手的话。你离开的这4个月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真的。如果是上一世那个傻乎乎的李翔，听到他这么嗲嗲的话，估计已经被迷得晕头转向了。可惜，现在的他可是黑化复仇版的。要不是现在还是法治社会，我他妈早就给你全家上满清10大酷刑了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是滚远一点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柳如烟收到李翔的消息，差点暴走。李翔说去了南极就不再纠缠他，可近4个月没联系，柳如烟松口气的同时还有点不爽。哼，我这么美，他居然真能忍住不联系，渣男！现在又来纠缠，毁我人生吗？为了事情不被暴露，他只能妥协。老公，我去看看欢欢，可能今晚回不来了。苏建正在看手机，头也不抬。柳如烟扭着屁股走了出去。明明钱是2个人一起啃的，为什么现在要由他一个人来善后呢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以后不会再纠缠我的吗？你咋说话不算话？我听你部门的人说，你今天没去上班。是啊，欢欢昨天醉得一塌糊涂，到现在还没有醒酒，我只好继续留下来了。行，你没事就好，我还担心你出了什么意外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突然看到一只大耗子。你知道我最怕老鼠了。好了，老公，我先挂了。这叫声不像怕老鼠啊，难道？刚才那是害怕的叫声吗？不像，这反倒像是。他的双手突然颤抖了一下，隐约有一种头上绿绿的感觉。喂，欢欢呀，是我苏建，柳如烟的手机出了点问题，他让我问问你，晚上要不要来我们家吃饭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他麻木地把电话挂掉，牙齿咬得卡卡作响。柳如烟不在他那，他想现在直接逼问柳如烟，但又怕闹翻了把坑了，公司3000万的事斗出来，自己也得去喝茶。不行，不能闹翻，得想个招。最后，他决定悄悄把财产转到自己名下，待出国之后给公司写封举报信，让柳如烟一个人承受，他则是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。贱人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李翔都有些惊讶，米小璐居然会敲响自己家的门。李翔搬空2皮冰山，回到家反手买了1条狗，却遭到邻居米小璐嫌弃。哎呀，你居然养这种土掉渣的狗！李翔哪能惯着他，一句话怼回去。土狗怎么了？中华田园犬之所以被称为土狗，是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，跟你理解的土不土有什么关系？被洗脑洗傻了吧？养条狗都养出优越感来了。米小璐被噎得够呛，心里虽然不服，但想到李翔那吓人的战斗力，只好憋着气缩回屋子里去了。晚上郭海回家，米小璐忍不住抱怨李翔，还顺带吐槽小黑。土包子就该养土狗。郭海却没心思跟他计较这些，眉头紧锁。我们家马上就要欠一大笔钱了。怎么会，老公？你之前做投资不是都很成功吗？就因为之前投资都很成功，让我起了贪心，不但把家里的钱全部投了进去，还借了不少钱。没想到2级冰山离奇消失，引发了全球投资者的避险情绪，黄金价格大涨。可我是做空，如果黄金的价格再不跌下去，明天就要爆仓，血本无归。赔光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这可怎么办？
你怎么会把所有钱都投进去，居然还借了钱？我怎么知道黄金会突然大涨？从大漂亮的经济报表来看，现在是上行势头，谁会想到2级的冰山会突然没了，引发了全球投资的避险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李翔是不是发了大财？听邻居说，他甚至全款买下了我们小区的别墅。应该是吧，我也听说了。不过他发不发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去求他，让他借我们点钱。我相信，只要挺过这段时间，国际金价一定会跌。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还清债务，甚至可以赚上一大笔，下半辈子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。我们和李翔非但不是朋友，相反，我们还吵了几次，闹得那么不愉快。人家凭什么借我们钱？还有，为什么要我去钱？他最讨厌那个土鳖三了。我老婆长那么漂亮，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你的魅力？你去借，那家伙一定会答应的。如果他提出要求呢？你又不是没帮过别人的忙。郭海，我说过无数次了，我从来没有出过轨，你不是也答应要好好过日子，不会再提那事了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可你要知道，一旦明天金价再涨，我就要被迫平仓，投进去的钱全部没了。这套房子我已经抵押出去了，没有钱补仓的话，我们都要被扫地出门。你想要露宿街头吗？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，一直过着小资的生活，也把自己定位成高于普通人的精英阶层。可要是露宿街头的话，那些曾经羡慕她的同学们会如何嘲讽她？以后见到熟人，她还抬得起头吗？想要不破产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求李翔借钱。我考虑一下。今天必须借到钱，明天要补仓，补不了只能平仓，我们就完蛋了。米小璐吓得脸色苍白，为了不流落街头，她只能硬着头皮去找李翔借钱。李翔都有些惊讶，米小璐居然会敲响自己家的门。这不是米小璐吗？啥风把她给吹来了？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这不是米小璐吗？啥风把她给吹来了？能让我进去吗？李翔乐了，心说这剧情反转的也太快了吧。行啊，进来，咱家小黑正好缺个爸。李翔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借钱做什么？需要借多少？米小璐无奈，只好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的说了，最后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我们撑过这段时间，等金价下跌，我们就可以一下子赚到许多钱。你借我500万，半个月后我还你600万。他100个比一李翔这种土鳖三，所以他宁可多给李翔一些利息，也不想被李翔拔萝卜。哦，这买卖听起来不错，但你确定金价会跌？当然，现在只是在画饼，半个月后金价就一定会跌吗？隔壁家投资失败，面临破产的风险，源头居然是他。他搬空了2级的冰山，引发了全球的避险情绪，导致黄金价格大涨，让原本没出问题的隔壁家也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。这一下掀起的蝴蝶效应有些大了。借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是嫌利息少吗？我可以再加。你所说的高利息都是建立在金价会跌的基础上，可万一金价不跌呢？别说利息了，就是本金你也还不了，所以别想给我画饼。米小璐咬了咬嘴唇，这个土鳖三果然没有那么好骗，他只好用上最后一招。那加上我呢？只要你肯借钱，你就可以得到我。你知道你们家这窟窿要花多少钱去填吗？只要金价一直上升，那500万投进去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水花，2000万甚至5000万都得砸进去。金价一定会跌的，不可能一直涨。借钱就算了，不过哪天活不下去了，我不介意收留你，和我家小黑一样，多养一条完全没问题。你居然把我比喻成狗？不是你自取其辱的。还有，别人说你一下就破防了，那你以前对我百般羞辱，我又应该怎么和你算账呢？米小璐就无言以对了。在他看来，李翔当然不能和自己相比，一个土鳖三罢了，而他呢，精英阶层。但是如果李翔不借钱的话，他上哪去弄钱？有求于人，必然落在下风。李翔，算我求你，你不借钱的话，我们家就要完了。李翔自然不为所动，他竖起2根手指。我给你2个方案，第一，我给你10万，你陪我拔一次萝卜；第二，你跟你老公离婚，做我的宠物，我会帮你还清债务，以后养着你。做梦，休想！米小璐还是有些硬气的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做梦，休想！米小璐还是有些硬气的，站起身就腾的走了。李翔当然不会追了。米小璐一直高高在上，李翔就想把他那份高傲踩在脚下，低声下气求他。开玩笑，人家可是要当女神收割机的男人，怎么可能去当舔狗呢？像米小璐这种顶多算是练习赛。再说，按照米小璐的说法，金价明天还会涨，郭海没钱补仓就得被迫平仓，隔壁家马上就要破产，等着瞧吧。果然，不久后他就听到隔壁传来激烈的吵架声。郭海肯定觉得老婆不够努力，家里都遇到困难了，你反倒爱惜起身体来了。
郭海能不生气吗？那个用过的小雨伞果然起到了超乎想象的作用，左家却是鸡飞狗跳。左青青没能搞定李翔，三人还被装修工人粗暴地赶出去，物业也来帮忙。左父左母气得不行，把女儿骂得狗血淋头。赔钱货，连一个男人都搞不定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骆桂芬差点撕了女儿的脸，但想到女儿的脸最值钱，还是忍住了。你进李湘家直接一躺，他要是答应，一切都好；如果不答应，就说他非礼，看他听不听话。哪里有猫不偷腥的？女儿，我敢打包票，只要你往那一躺，那小子不扑上才怪。对啊，姐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再说以后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不会吃亏的。左青青早就习惯了当工具人，为弟弟服务。我再去找他。说完，他果然又去找李翔。李翔被拍门声吵醒，一看猫眼，果断拨通了物业电话。不出5分钟，左青青就被保安带走了。两人一狗开始了悠闲的散步时光。小区里的大叔大妈们见到李翔，一个个都笑眯眯的，仿佛李翔成了新晋网红。走了一圈，李翔坐在长椅上，让小黑休息一下。这时，一个大妈牵着一条吉娃娃过来。这只吉娃娃看到小黑，立刻狂吠起来，龇着牙，凶得很。小黑毫不示弱的低吼，两只狗打了起来。小黑虽然小，但土狗的基因太强，凶狠得很，完全不输吉娃娃。儿子，你受伤了。你家的狗把我儿子咬伤了，你要怎么赔？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有人要讹诈我，我只能报警了。你儿子还以为我养了条恶犬，把你家娃咬了呢。首先是你遛狗没牵绳，是你家狗先冲上来的。第二，我家小黑断奶没多久，你家狗连这样的奶狗都打不过，还好意思说？你这是不认账，不想赔是吧？赔，当然要赔，不过是你赔钱，你家狗子吓到小黑了。儿子，快点过来，宝宝受伤了，我就在楼下13栋前面。李翔索性翘起二郎腿等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彪形大汉气冲冲地跑了过来。这彪形大汉叫刘存东，是小区中的恶霸，大妈是马月兰，遛狗不牵绳已经多次被投诉。乖乖赔钱吧，这条狗我们买的时候花了3万，是名贵犬，这3年光是狗粮就吃了大几万，我们家也一直将它当亲人的，我妈更是当儿子一样疼，所以你还得赔我妈的精神损失费。这样吧，一共就20万，反正你有钱，不差这点是吧？你这是讹诈。呵呵，你非要我用难看的方式解决问题吗？刘存东伸手就要去抓魏明的胸口，李翔果断反击，哐一下，哐再一下，刘存东瘫坐在地上。打死人了，李翔打死人了！马月兰立刻尖叫，一边冷笑道：“快赔钱，不赔钱就等着坐牢吧！”李翔直接掏出手机报警。对，有人要讹诈我，我只能报警了。治安员来了。马月兰一上来就恶人先告状，说是李翔遛狗没有牵绳，还咬伤了他家的狗，而李翔拒不认账，还要对他一个老人家动粗，他就把儿子叫了过来。结果李翔蛮不讲理，偷袭他儿子，把儿子打伤了。刘存东则是非常配合。我头晕，嘿嘿，脑震荡嘛，去医院也检查不出来。还好我留了个心眼，录下了整个过程。刘存东和马月兰心中一惊，这家伙居然偷偷录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呦，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失手了。放心，手机钱我肯定赔。两名治安员也很无奈，现在手机摔碎了，证据没了，咋办？李翔却微微一笑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。哦，刚才拿错了，这部手机里才装着视频。你要不要再不小心失手一下？没事的，我已经上传云端备份了。我特么！哎呀，完了！确实是你挑衅在先。我不要求经济赔偿，只要这2位向我道个歉。另外，这位大妈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以后遛狗千万要牵狗绳。见不可能讹到李翔的钱，马月兰母子开始耍起了无赖。想让我们道歉，没门，大不了把我们抓起来，抓呀！面对这样的撒泼，治安员也很无奈。李翔又没有受伤，就这么点事，能把这对母子抓进局子里？行，道歉我也不要了，不过我这部摔坏的手机总要赔吧？刘存东当然不想赔，但这手机是他从治安员手里抢过来摔坏的，他不赔行吗？我赔1万。你是微微还是支宝转账？什么？你抢钱啊？最新款的蝴蝶70，你可以上网查一下价格，我已经少收你999，你也不感谢我一下，送上一个666吗？这部手机确实是华为的最新款，高配版要10999，而且供不应求，黄牛那都要加价1000。刘存东肉疼无比，这笔钱还真的不给不行，涉及的金额颇大，真够将他送进局子里待上几天。没办法，真没办法啊！这笔钱你可要好好花。
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隔壁传来砰砰砰的拍门声。讨债的跟你无关，回你的屋去。一名男子朝着李翔喝道。李翔明白，郭海投资的黄金期货应该爆仓了，借的钱又到期了。网上那些借贷平台借钱时客客气气，收债时却凶狠无比。快点还钱！你们躲得了初一，也躲不过15，我们天天都会过来。今天我们还很客气，明天、后天，嘿嘿，可要泼油漆、泼米田共了。另外，我们还会在小区里拉横幅，告诉所有人，你们欠钱不还。米小璐从屋里走出来。我们现在没钱，请你们宽限一些时间，我们一定会还钱的。哟，还是一个美女呀！每过1天就要多付1天的利息，不说本金了，光是利息1天就是2000多，你怎么还？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你每天陪我们睡一觉，就当是还利息，怎么样？米小璐脸都吓白了。钱一定会还，现在请你们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你报警好了，我们既没有打你，也没有破门而入，相反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怎么还不让人讨债了？他目光一扫，看到了一旁看热闹的李翔，顿时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。李翔，帮帮我，求求你，帮帮我！不是让你滚回去了吗？别给你脸不要，不然弄死你！简单，进我屋子，我保证他们不敢敲门。不过你进来的代价可是当我的宠物。特么的！纷争开始了。李翔也伸手，不过却不是推，而是轻轻一扣。剩下的3人如法炮制。米小璐连忙跑了过来。你们跟隔壁讨债我不管，但是吵到我可不行。另外，要是让我闻到什么臭味，呵呵，那我可要不客气的。那4人当然不甘心，可刚才也见识过了李翔的武力值，他们又敢说什么？大哥，这么办？要不我们报警？别忘了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报警！报警！报你妈乐个警！走，找这一家的男人去，钱是他借的，欠条也是他打的，不找他找谁？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米小璐坐在沙发上，对充满武力值的李翔产生了一丝异样的崇拜。郭海呢？他跑了，一被平仓，他就离开了家，一直没有回来过，而且打电话不回，发消息也不理。呵呵，还真是没担当的男人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让他主动找你。怎么做？不一会儿，郭海就打来了电话。米小璐，你特么怎么那么贱呢？我才离开几天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你发给我是什么意思？逼我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钱是我们结婚期间借的，哪怕离了婚，这也是共同债务，你休想跑得了。你欠了人家一大笔钱，自己却跑了，让我一个弱女子来面对讨债的流氓，居然还好意思说我。刚才来了4个讨债的，我没钱还，他们要我用陪洗头的方式延长还债的时间。郭海，你不想老婆一直帮人洗头的话，那就赶紧滚回来。懦夫，今天便宜你了，想怎么玩我都配合你。李翔笑了笑，他当然不会客气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李翔要么约柳如烟，要么约米小璐，但并没有让两女知道彼此的存在，因为他总是在酒店里和柳如烟探讨人生，而和米小璐在一起的时候，则是在家里。嘿，得等到末世来了，才带他们去自己的别墅。李翔带着小黑来到楼下，刚走了没几步，便见一位大妈迎面走了过来，迎面就叫道：“小李啊，我把女儿带过来了，你们好好聊聊。”是那位程阿姨。李翔都有些无语，之前把这位大妈敷衍了过去，本以为几天没有出现，程阿姨已经忘了这事，没想到人家居然带着女儿堵上门来。这就是2500万的诱惑吗？2500万都如此，那2个亿呢？可惜再有1个多月，所有人的财富都将归零，财富地位将全部重新洗牌，到时候拥有的食物清水越多，财富值当然就越高。我女儿赵思思今年28岁，硕士毕业，现在在银行工作。你好。赵思思很苗条，有些苗条过头了，胸部也平平坦坦的，如果把脸遮住的话，估计分不清前胸还是后背。程阿姨，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，早了点。早什么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们聊吧，好好沟通一下。呵，还真是积极。汪汪！小黑已经不耐烦地叫了起来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李翔带着小黑下楼遛弯。追我的人很多，不过我妈非要我和你处一下，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这是哪来的自信？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奇葩到什么地步。那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？
身高178以上，本地户口，年龄在30岁以下，有车有房。赵思思用很平淡的语气说道：“你这是在许愿吗？”哼，这一点也不好笑。我可不想浪费你的时间，也对你没兴趣，你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吧。李翔，不要以为你有了几个臭钱就可以目中无人。哼，我在行里每天过手的钱至少几个亿。我去，这也能拿出来吹的？呵呵，我的钱再少那也是我的，过你手的钱是你的吗？这女人的智商有点问题，就这也是硕士生。半个多月过去，李翔接到了夏冰打来的电话。东家全部弄好了，你可以来验收了。李翔很满意，爽快的结清了尾款。夏冰先离开了，并说以后无论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，只要不是人为损坏的，他都是免费维修。李翔留下来，用手机连上一个个摄像头，这样他就可以远程查看别墅的情况了。他正要离开，只见隔壁18号别墅有一辆奔驰车开了出来，驾驶位的车窗是开着的，里面坐着的是一个20多岁的女人，侧颜极美。李翔找保安打听了一下，他就口若悬河起来。原来那美女确实是18号别墅的业主，叫于初桐，是个富二代，2年前一个人买下了18号别墅。李翔又顺便问了一下8号别墅，保安说8号别墅里住的也是一位大老板。李翔了解了一下这2位新邻居之后，便回了家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一晃又是10几天过去，李翔正式搬家，住进了别墅之中。数一下，末世还有11天就会降临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李翔拿起来一看，居然是柳如烟打过来的。李翔，救我！你一定要救我！别急，慢慢说。苏建这个王八蛋，他带着所有钱去了大马，并说给我2个小时时间，他在下午4点半会发邮件给公司，把我和他关于公司3000万的事件捅出去。李翔本打算过2天将他约出来，然后将他藏在自己的别墅里，现在看来得提前了。你立刻离开公司，在面包新语门口等我。哦，好。2个半小时后，李翔利用异空间的能力，成功将柳如烟毫无痕迹地带回了别墅。进入别墅之后，柳如烟忍不住惊讶：“这是你的家？现在还有心情好奇？这几天你就待在这里，而且只能是这一层。”这是2楼，他已经把门窗都锁死了，以安全屋的隔音效果，哪怕柳如烟叫破喉咙，外面也听不到一丝声音。李翔，太谢谢你了！老公出卖了他，而一向被他鄙夷的李翔却拯救他于危难之中，一对比，他自然感慨万千。李翔大大咧咧地坐着，笑道：“感谢不是光用嘴说的。”不一会儿，3名治安员来到了28号别墅的门口。苏建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柳如烟，特意提醒他，给了他2个小时的缓冲。不是他好心，而是他要让柳如烟急死。就2个小时，你能把证据全部抹去，或者润去国外？怎么可能？2个小时，你连赶到机场都够呛。治安员去电信公司一查，就调出柳如烟的通话记录。于是3名治安员就出现在了李翔的楼下。李翔淡定无比，他先按了一个按钮，然后从容走去1楼，将大门打开。出什么事了？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李翔把柳如烟带回家，刚安顿好，治安员就来找他了。执行公务，向你了解一下情况，请进。3名治安员进来，分别是2男1女。2名男的治安员，一个30多岁，一脸老成，另一个才20多岁，一看就是新人，眉毛特别粗。女治安员的话，李翔差点吹了声口哨。大美女，甚至可以说是极品了，颜值在90分以上，而身材更是火辣。啧，这身材李翔，我一定配合。你下午是不是接到过柳如烟的电话？是。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？一定要回答吗？当然，这可是关系着一桩大案子，你要是知情不说，我们可以以包庇罪逮捕你。配合你们调查没有问题，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，但是你们也不能恐吓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你，我操，波澜壮阔，蔚为大观啊！他的同事连忙将他劝坐下来，能够买得起这样的别墅，李翔自然非富即贵，你跟人家怄什么气？还请魏先生配合我们，这件案子的涉案金额巨大。我和柳如烟是情人关系，他下午打电话给我说遇到了麻烦，让我帮他。不过他稍微说了几嘴，提到了窃取公司大量的财产后，我就劝他去自首了。咦，他没有去吗？3名治安员都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李翔，因为柳如烟打了电话后就立刻去了优方，而偏偏那么巧，优方好多监控都被喷没了，导致监控失效。你下午都去了哪啊？
哪也没有去，就在家呢。撒谎，快老实交代。这还是我家呢，你就这么凶？那我要是去了你的地盘，你不是要剥了我的皮吗？你……李翔盯着看，毫不避讳。这是他家，他干嘛要避讳呢？不错不错，风景甚美。有人可以为你作证吗？我就一个人，没人作证。我们可以搜查一下吗？你们没有搜查令，我可以拒绝的。不过谁让我是好市民，又问心无愧呢？请随便搜。这三人倒也不客气，立刻到处寻找起来。李翔则是打开了电视，悠闲地看了起来。半个小时之后，3名治安员都是带着失望回来。难道李翔说的是真的？他虽然接了柳如烟的电话，却只是劝对方自首的。对了，你还有一套房子。他以为发现了漏洞。哦，你们想去那一套看看吗？行，我带你们过去。他带着3名治安员过去，这套房子就小了，不过5分钟就搜查好了，自然一无所获。哎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浪费了你这么多的时间。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美女，你叫什么？留个联系方式呗。我叫宋青允，你要来自首的话，可以报我的名字。一晃又是10来天，末世大张旗鼓的来了，大家都在热议阳光突然可以伤人的新闻，但众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你看新闻了吗？怎么了？太阳光现在怎么说呢？好像有毒一样，被照一下，皮会很快坏死，哪怕穿着衣服也没用，只是坏死的速度慢一点。之前是岛国，现在我们这里太阳也升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满脸恐惧。一边的太阳光照到蓝星上，最开始倒霉的是岛国，给全世界的人提了个醒，然后随着蓝星的自转，阳光也照到了华夏这块土地上。现在所有电视台都在转播阳光伤人的紧急新闻，充分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。事实上，这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。现在还只是伤人射线，但很快全球温度就会升高。当气温破了50度的时候，那才是绝望的开始。李翔虽然早有预料，但还是长长的叹了口气。末日到来，不可避免。李翔打开手机查看一下，外温是35度，内温26度，很舒适。李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前些日子2级的冰山突然消失了，现在阳光又好像有毒，甚至气温还会升高，难道世界末日要来了？有可能，不过你可以想一下，你老公虽然把所有钱都卷走了，但现在嘛，呵呵，可能1毛钱都花不出去了。柳如烟不由眼睛一亮，这也算是苦中作乐了。他当即就要给苏建打电话，却被李翔拦了下来。马来西的太阳比我们出来的晚，你现在提醒他，说不定他还有时间囤点货。柳如烟不由点头，果断取消了打电话的念头。李翔带着他去1楼吃早饭，他故意让柳如烟看到1楼的储存室中有大量的食物，让柳如烟不由得松了口气。这储备他们2个人吃的话，至少可以支撑1个月。哟，好多人，家里实在太热了，而在空调没啥作用的情况下，那地下车库反倒会稍微凉快一些。众人都在骂着这鬼天气，简直热得要命，但现在没有人意识到这场灾难将会持续很久很久。李翔自然也不会当这个先知，他带柳如烟下来，只是让对方体验一下外面有多热罢了。如此，他才知道能够住在别墅里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。太热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李翔点头，现在柳如烟还能出汗，但当气温达到50多度后，那就是汗也不会出了，直接就蒸发了。于是2人回去。是到来第1天，我把部分物资展现给柳如烟，并带着她到车库逛了一圈。柳如烟对我更加死心塌地了。休息一阵后，柳如烟想到了绝情的苏建，顿时就来了精神。我现在可以给苏建发视频了吗？可以。你居然没有进监狱。苏建，夫妻一场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背叛你？是你先背叛我的。你这个贱人，那个奸夫是谁？柳如烟却不答，而是拿着手机到处转，包括储物间大量的食物，还有现在的室温。然后他才道：你卷走了所有钱又如何？现在能吃钱，还是可以让钱给你降温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那边可是马来西热带地区，应该比这里更热吧？嘿嘿，你可真会跑，特意挑了一个全球最热的地方。你是不是在奸夫那里？那是我的主人。没错，我现在就在主人这里，也是主人使我没有被请去喝茶。苏建，真是让你失望了，不然天天踩缝纫机，那日子可不好过。奸夫是谁？快点告诉我奸夫是谁。李翔听到后走了过去。我好像见过你，你是柳如烟部门的，叫李翔。对，叫李翔。因为他听柳如烟抱怨过，说部门里有个人长得很像她的前男友，屡屡被他故意穿小鞋。没错，我是李翔，你捞颇不错。草泥马，你特么混蛋，我要宰了你，我特么要宰了你。苏建，你特么简直是混账。
他把被李翔抓住把柄，无奈只好陪对方练瑜伽的事实说了出来。苏建听完，不由得呆若木鸡，然后嚎啕大哭起来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他真是后悔无比。柳如烟说出真相，当然不是还对苏建有什么旧情，只是为了让对方更加后悔罢了。苏老兄，我现在要和你老婆谈笔几亿的生意，你不会介意先在一边等等吧？混蛋，你敢碰我老婆一下，我就嘎了你，嘎了你！苏建只觉得天昏地暗，无力地瘫坐在地上。他失去了自己最爱的女人，但失去的原因竟是自己对老婆的不信任。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便永远失去。时间悄悄溜走，夜晚终于降临，温度总算停止攀升。夜晚来临，温度开始缓慢下降，尤其下雨后，稳定在40度左右。只要不停电，大家都能安心睡觉。有人计划趁着夜晚出门补给，然而雨滴一接触皮肤，立刻传来惨叫，迅速退回屋内。这是酸雨，腐蚀性强。听到惨叫，想出门的人都吓得缩了回去。新闻中也及时播报，日落后降雨具腐蚀性，外出务必防护，同时囤积饮用水。湖泊和河流很快就会干涸，自来水厂也没水可净化，龙头很快就不流水了。业主群里有人高价收购食物和清水，有谁愿意出售矿泉水？价格从优。于初桐在群里问道：“我这里有几瓶，1瓶100元，你要吗？”一位业主回应：“好的，我要10瓶。”于初桐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真有钱！”群里很快炸开了锅，1瓶水100元，谁卖？我这里有几瓶，1000元一瓶，你要吗？太贵了吧，500元一瓶怎么样？物资竞争激烈，价格飞涨，1瓶水很快炒到1000元，这反而让其他业主犹豫了。万一价格更高呢？算了，先等等看吧。有人回复。李翔看在眼里，笑了笑。这种行为其实是自找麻烦。第二天清晨，温度再次飙升，很多人被热醒，空调吹出热风，大家意识到昨天并非梦境。哎，又是一个热浪滚滚的日子。好消息是，今天不用上班。坏消息是，温度太高，还不如上班。呦呦呦，来幸灾乐祸了。可惜啊，可惜，让你失望了。李翔笑着拍下家中储备的照片，看看我家的储备吧。李翔发过去。哥哥，人家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，你不会当真吧？哥哥，你那边怎么会只有24度？好哥哥，人家错了，错了还不行吗？你说什么？这2天我也好好反省了，其实我还是喜欢哥哥的，才会想要挽回哥哥，反倒让哥哥觉得我是个拜金女。真的不是的，我只是单纯的喜欢哥哥。好哥哥，我绝对不是拜金女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可以去你那边吗？之前哥哥一直想要，但我想要考验一下哥哥，才一直没有给你了。但现在好像世界末日都要到了，我不想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处。我信你个鬼！晚了，我已经有女人了。左青青当然已经。可这鬼天气来得那么突然，他肯定不在你身边吧？哥哥，现在我们都被困在了小区里，哪也去不了，你肯定很寂寞吧？让我来陪你，好不好？他当然在我身边。说吧，他调到了后置摄像头上，对准了柳如烟。李翔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们才分手多久，你怎么可以就另结新欢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我不是怕你被骗吗？你有那么多钱，被一些爱慕虚荣的女人盯上也很正常。好可怕，你女朋友不像我，我只会心疼哥哥。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人家会误会和吃醋的。说罢，他就挂掉了通话。又过去1天，高温仍在持续，水龙头已经挤不出水了，就连官方的通告也只能让大家想办法自救。就算坤坤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于初桐和张氏又在业主群里收购起了物资，但没有任何收获。手里有水源和食物就能活下去，灾难当头，现金也不过一张废纸罢了，银行存款更是一堆虚拟数字。昨天卖食物的业主九转大肠都悔青了，纷纷想要退钱把物资换回来。你想退就退，集美 T0都不及你。李翔没心思管这些，是时候该关心收留目标了，被别人给占位了就不妙了。金刚芭比宋青云不为别的，就因为李翔没尝过这一口，自然不能让别人给占了。宋锦花吗？好久不见，最近还好吧？李翔，宋青云眼前一亮，因为他坚信柳如烟是被李翔藏起来了，一直在附近盯梢，刚好被困在李翔小区周围，已经饿了整整2天。李翔，你那有吃的吗？能不能给我送点吃的？宋美女，你也知道，目前这种情况，出去就是找死，你我非亲非故，我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去给你送吃的呢？并且，可能你还不知道，现在吃的可不便宜。宋青云心里不由一阵暗骂，
你个暴发户，在这里装什么大头？要不是为了调查你，我也不会被困在这里。但目前的形势，他不得不放低姿态。李翔，你要怎样才肯帮我？简单，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，你是不是得依照咱们的优良传统以身相许？你做梦！李翔丝毫不意外，这种要求金刚芭比要是一口答应，那才是意外。是时候去看看米小璐了。宋青允可以先放一天，等到实在饿得不行了，自然能收复。晚上，李翔通过空间门来到地下车库，突然几个黑影窜过，每个人手里都拎着袋子，一下就没影了。抢东西，抢东西啊！一个老登大喊大叫，跌跌撞撞追着。这不是快递站老何吗？谁把他打伤了？突然大家恍然大悟，老何快递站有卖些饼干饮料，他这是被人打劫了。众人皆是闻之变色，这世道变了。这又怎么了？天灾降临，治安也来不了，没吃没喝，想活下去只能靠零元购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也支持这种行为？都活不下去了，能怎么办？众人议论纷纷，做坏事没人惩罚，哪怕末世过后还剩多少人？如果秋后算账，那估计没几个人能够活着。没了法的约束，这些魔鬼正在萌生，抢物资只是一个开端，接下来更恶劣的事情都不再是小说中的剧情，而是发生在现实。官方通知让大家自救，确实是自救，只救自己。思绪开始乱套了。这一步在李翔的预料中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但这些事情自己管不到，不如去看看米小璐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就在李翔无聊之际，突然想到还有米小璐，正好就顺路过去看看。没想到刚出电梯，就听到米小璐家里传来激烈的争吵。我跟你说，楼上的老王出1瓶水1袋面，张大爷甚至直接给3斤米，只需要你去帮忙拔个萝卜而已。在这末世里，有人愿意出物资让自己去帮忙拔萝卜，米小璐可以理解。但是米小璐不理解的是，她老公居然亲自销售。你可真是个小可爱。郭海见劝说不成，于是也不装了，二郎腿一翘，不屑地说：“你又不是第一次在外面拔萝卜了，有什么关系？西备货，反正我已经收了帮助费，拔不拔由不得你。”米小璐彻底崩溃了，原以为郭海在末世前一天回来是迷途知返，没想到他居然做这种事。完蛋了，居然这么快人就来了，都没给我跑路的时间。唉，呵呵，送物资的来了。怎么是你？没事。都一样，每次参赛至少1瓶水和半斤食物，想要连续参赛得3倍门票。没想到郭总第一次做销售，居然这么熟练。给你2个选择，跟我走，我养你，或者留下来，战至巅峰。是不是我笑脸给多了？可恶，忘记我打不过他了。要不是我打不过你，高低的送你2个大逼斗。米小璐十分失望地看着郭海，他是真想不到这个人婚前婚后差距居然这么大，于是心一狠，下定决心说道。我跟你走。郭海怒从心起，全然忘了自己对李翔的恐惧，抬手就要对米小璐动手，而李翔只是轻蔑一笑，然后用冰冷的眼神看着郭海。郭海感觉到旁边有一丝凉意，恢复了理智，手抬在空中不知所措。但是郭海始终不能接受米小璐就这样跟着李翔走，于是大喊道：“她是我老婆。”呵呵，我呸！从现在开始，我老公已经嘎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这是怎么还有个一起的？算了，我也不建议一起拔萝卜。走吧，不用管他们。李翔没有费口舌理他们，带着米小璐直接走了。老王看李翔年轻、身强体壮的，不敢招惹，转头质问起郭海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李翔带着米小璐来到28号别墅，听着一路上路人的议论，深知末世对大家的冲击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怎么这么凉快？我用的冰块降温，当然凉快。哦，那我可以喝水吗？当然，冰箱里有饮料水果，随便拿。不过你要去哪都得我带着，这里每一间房都要我的指纹才能开。米小璐没有问太多，她只知道至少现在是有的享受的就行了。吃饱喝足后，在他的震惊之下，被李翔带到了浴室。米小璐瞬间大喜，没想到在这末世之中还能这样舒服的洗个澡。背都弯了。1比1万，这次全都要。失魂落魄的秦风看着这从天而降的甜口系统，发誓这次这样有吃有喝，还不赶紧炫耀一下？米小璐，你这个，哼！
米小璐却把摄像头对着屋子里，有吃有喝，然后直接挂线。走吧，我带你上楼。两女都是聪明人，看到对方都明白是与自己相同的情况，便互相释放出了善意。可别墅虽大，但能储存的物资确实有限，多一张嘴就多消耗一份物资，按着末世的情形，怕是撑不了多久。李翔看出二女的担忧，物资的问题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每天都能过得这么舒服。不过想要住在这里，必须得听我的。李翔并没有解释太多，以他的物资，再多个180人也养得起，但他只想要更多的优质花朵，为人类的繁衍尽一份力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灭。自古乱世不漏财，更别说是这毫无次序的末世了。郭海看到李翔家里有吃有喝，温度还低，当场不急眼了，于是便找到了老王和刘存东，准备去洗劫李翔。至此，小区 F3正式出发。这黑风高夜，3道黑影朝着28号别墅挪去。你去开门，就说要和他谈谈米小璐的事。OK。欢迎光临。哟，这郭海居然有这胆子，3个人就敢过来，还把菜刀偷偷藏在身后，这是响应我的节奏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好陪他们玩会儿吧。谁啊？是我。你来干嘛？你勾巴抢了我老婆，你问我干嘛？他已经跟你拔过萝卜了，我也不想要了。你陪我10箱方便面喝水，他就送你，不然我明天就出去到处宣传，看你还要不要脸。10箱太多了，最多5箱。好吧，那就5箱。不是，你们干啥呢？怎么这么凉快？很好，你成功激怒我了，你完蛋了，现在属于你的一切都将是我的。凭你们3个，一起上，弄他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灭！啥情况？你干了什么？你猜呢？我猜你妹啊！打他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灭！你干了什么？不对，你一定是在变戏法。其实他俩就在我身边，只是你让我们相互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你再猜，要不你走2步试试？我不，我就站在这里，看你能拿我怎么样。算了，懒得跟你玩了。试试给他重新拼凑出来，还能不能活？看样子实验很成功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灭！一夜过去，气温快速飙升到58度，而李翔家里只有29度。厨房传出惊呼声，但李翔只是微微一笑。他把储物室堆满了，这点物资对他来说9牛1毛都算不上，但对于其他人来说，冲击力实在太大了。马月兰在群里质问李翔，把他儿子弄到哪里去了？从昨晚到现在，他一直联系不上刘存东。现在1箱饼干已经是巨款了，家里也只有半箱。李翔随手甩出2张照片，舆论的风向立刻反转。我有100万，还会去骗你那一块钱吗？但李翔对此丝毫不在意，因为发现突然有好多人发来好友申请，点进去一看，花朵，好多花朵，激动的心。谁知道下一句，左青青一家发现李翔在业主群炫富，顿时无比愤怒。这个蠢货怎么能拿我们的物资炫富？不能忍了，与其被别人抢了，不如我们自己上。有道理。对，他家里还有个漂亮姐姐，我想要。行，反正他家物资那么多，多养一个也可以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事不宜迟，今晚就行动。李翔通过我好友了。李静是个37岁的单亲妈妈，女儿已经18岁了。这对母女想混进李翔家里，以后就衣食无忧了。翔哥，你可以收留我们母女吗？只要你肯收留我们，我们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而且小小也到了该找男朋友的年纪了。李翔快呕了，这两女的，就算开个美颜也就70分的样子，还想勾引我，什么概念？照片上是一朵玫瑰，见到真容竟然是一棵食人花，这落差得多大啊！不可以！李静母女2人顿时亚麻呆住了。她居然挂掉了。妈，
我好饿啊！唉，你在这等着，妈给你去弄吃的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末世来临，平时的大老板也只能低头跟我说话。李翔在拒绝2人后，通过了2个有意思的人。隔壁别墅的大老板一通过好友申请，立马就发来消息：李翔，我需要大量的食物和水，你开个价吧。张总啊，现在钱有什么用？怎么没用？灾难总会过去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果然，越是有钱有势的人，越希望天灾早点过去，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享受金钱和权势带来的优越生活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我不接受。张氏顿时盛怒，但物资在李翔手里，有求于人，只能放低姿态。这样吧，你给我1半物资，我把手里的股票分你1半。当然了，只有分红权利，没有投票权。李翔都有些无语了，真会做白日梦，跟这些人有什么好聊的？张总要是拿不出让我心动的东西，那就这样吧。放在平时，偌大一个公司，谁不对我唯唯诺诺的？一个穷屌丝，不过是走狗屎运拿了点钱，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放平时，非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我手里还有不少金条、盛世珠宝、乱世黄金，黄金任何时候都是硬通货。张老板，黄金能够成为硬通货，是在人员能流通的情况下，现在可是末世啊！这下张氏顿时明白，现在经济已经崩塌。你想要什么？早点觉悟多好啊，不至于浪费这么多时间。我只对美女感兴趣。你竟敢在我头上打主意！放在几天前，我分分钟花几百万送你去西天。呵，说不定你那位小娇妻经不住食物的诱惑，主动投靠我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要是在威胁我，我不介意把你吊在楼顶晒太阳。张氏气急败坏，把手机扔在一边，看着他的20出头的小娇妻程牙。程牙是某大学的校花，长得很漂亮。老公，你怎么生气了？李翔这个马捞仔居然拒绝我所有提议，我们最多还能撑上10天，到时候怎么办？我当然知道，既然这小子油盐不进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不过就凭他一个人，怎么突破李翔家的大门？就算破开，也打不过李翔。他看向小娇妻，突然心生一计：李翔不是好色吗？嘿嘿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李翔通过了另一人的好友，名为一叶孤舟，只因这个人的名字和头像和他正在追的一部小说一样。你是不是都市逆袭的作者？哎，你也看。是的，我就是作者。啧啧，这世界也太小了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都市逆袭真的是你写的？是啊，我这里还有3张存稿，可以发给你确认一下。对了，我叫林秋婉。行，你把存稿发过来。剧情正进入白热化，主角拔了仇人老婆的萝卜。对了，现在没有审核了，你可以更加奔放一点。好的，我再丰富一下内容发给你。你很聪明，每天更新3张，我给你1顿食物和水，每3张翻1倍，9张封顶。把你地址也告诉我吧，我先用无人机给你投喂1顿。老板威武，谢谢老板。李翔挂掉电话后，取出无人机，挂上1份物资送了过去，又拿出另一个无人机飞出去。随后给宋清允发起了快乐连线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接通。现在的宋清允憔悴无比。把门开一下，我用无人机给你送了点东西，免费的。宋清允早已被饥渴和高温折磨够了，只要把人往别墅一带，必然再也不想离开。宋清允一愣，李翔会这么好心吗？可是现在他已经快撑不住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无人机的嗡嗡声响起，无人机落在了鱼档下面。宋清允上前解下塑料袋，拿出纯净水，呼呼呼就炫完半瓶，才停下来。晚上我来接你，保你不会再吃一点苦。宋清允没有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夜幕降临，李翔正准备去接小警花，手机却传来警报。通过监控，张氏和他的老婆正站在他门口。这是送货上门。呵，张氏这种人怎么可能乖乖就范？喜欢玩是吧？正好我也无聊。李翔来到地下室，用遥控把门打开。张氏2人走进来后，大门砰的一声就关了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我却把想要占领我家的人主动放进家里。张氏掏出一把复合弓，对准李翔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确实有点小惊喜。少耍嘴皮子，自己爬出去，不然我套你猴子。张氏倒不是心慈手软，他想直接占有这里，省得一趟趟搬物资，所以不想这里见红。这里的门都需要指纹解锁，我离开的话，你连地下室都出不去。张氏复合弓紧紧对着李翔，立刻把我的指纹录进去，别耍花样。李翔带着张氏走到仪器旁边，请吧，录入你的指纹。你让开。
李翔非常的配合。你看着他，只要他动一下你就大叫。张氏刚把食指摁上去，强大的电流器顷刻袭来，张氏全身电得酥麻。当他想要捡起复合弓的时候，只见一只脚已经踩在上面了。李翔一个屁股将张氏拱到一边，摔得一阵发昏。李翔用绳子把张氏绑住。张老板，我把你当客人，你却要打劫我，不厚道啊！张氏在地上叽里呱啦的叫骂。李翔没有搭理，而是看向程牙吹了声口哨。乳气很润，无喜之。你敢碰他一根头发，我嘎了你！李翔笑了，他故意绕这么大圈对付张氏，当然是为了行曹贼之事。这就由不得你了，我不喜欢强人所难，我喜欢全自动。李翔走向程牙，这女人被吓傻了，一动不动的。来带你参观一下。程牙本来就不是啥烈女，张氏一被拿下就被吓得六神无主，乖乖的跟着走了。李翔一路带着笑容，程牙很快就没那么害怕了。我从小到大美貌出众，走到哪都有人追求，他对我这么客气，肯定也是喜欢我吧。当路过仓库的时候，程牙激动的胸膛起伏。这么多食物，至少能吃1年了。他心中早已有了决定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我却大量收集花朵，带着程牙逛了一圈后，来到地下室。行了，张总可以回家洗头了。张氏愣了，他会这么好心放我走？他在耍我吗？这李翔居然是个纯好人，哈哈！下次我继续对付你。一会，张氏脑子转过来了，回头就疯狂的拍门。李翔，程牙还在里面呢，你特喵的打了你！行，那你问问程牙想不想走？程牙知道这是要他交头名断。张氏，对不起，我以后是他的人了。他妈的畜生啊！畜生啊！他终于明白李翔为什么让他可以回家洗头了。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弄李翔，怒气冲冲的走了。李翔把程牙安排好，就出发去接宋允清了。李翔放出一辆车，一脚油门直接冲出小区。隔壁别墅的于初桐瞪大了眼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李翔的车居然还能开，现在拥有一辆交通工具，那可就是命啊！到了宋青云被困地点，宋青云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，愣着干嘛？上来！好凉快啊！空调怎么能这么凉？因为我家是用冰块降温的。太奢侈了，一瓶水都难求，你居然用冰块降温？跟着我，你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。这几天的日子不用我帮你回忆吧，我还是很有原则的，不强迫。愿意跟我，一切都得听我的；不愿意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宋青云咬着嘴唇没说话。其实坐上车那一刻他就想明白了，但是在李翔面前亲口承认，他还是过不去心里那一关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那个就是左青青一个烂鞋，让我把房子让出来给他弟结婚，他弟弟就是个没用的东西，标准。李翔拿起手机一看，勾起一抹冷笑。玩具送上门了，正是左青青一家，换别人就算了，但是这一家子不收拾一下都对不起他们。你觉得我是坏人吗？难道你是好人？哟，吃饱了嘴又硬起来了，我让你看看真正的人心有多脏。左青青一家子顿时面露喜色，那臭小子果然对青青念念不忘了。就是啊，看见我姐来了，立马就开门了。很好，等下青青你就对着那家伙使劲点，必要的时候不妨把衣服脱了，给他点甜头，然后你们爷俩趁机弄死那家伙。可是这么多人呢？怕什么？一个你爸，一个你弟，看了会怎样？这女人可真漂亮啊，比大明星还要迷人。这女人这么漂亮，左青青的美人计完全行不通了。管他呢，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直接砍了不就好了吗？左富贵本来还有点怂，看见宋青云后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把李翔嘎了，把宋青云抢了。这个女人我也要玩，不然我就在一边看着。骆桂芬一听就怒了，左阳更是直接出声：“爸，说好了是我的女人，我是你爹，我玩玩怎么了？”
活这么多年没玩过这么好的。如果不答应，光靠洋洋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李翔的对手？洋洋听话，你玩1到周5，周6周日给你爸。左富贵这算盘如同趁火打劫，不怕他们不答应。这些话一五一十的听进宋青允的耳朵里，他茫然的看着李翔，仅仅3天，世界翻天覆地，一个普通人家当着他的面商量嘎人夺宝，还要瓜分他。这是我前女友一家，那个就是左青青一个烂鞋，让我把房子让出来给他弟结婚，他弟弟就是个没用的东西，标准啃老啃姐。那2个老登是他们父母，什么德行你刚刚也听见了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，一起上。来得好。龙翔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要找死吗？不用跟他啰嗦，上干他们，留一口气给他们，让他看着你弟跟你爸玩，气死他！干他！左青青和罗桂芬立马退到左阳和左富贵身后，而左阳和左富贵则一人掏出了一把刀，就往龙翔砍去。我打大的，你打小的。不用，我一个就够了，你只需要想好怎么讨好我就行。一起上。来得好。好女婿啊，我们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可真厉害，难怪你敢把物资放在家里，你这身手，妈可就放心了。对啊对啊，老公，你别墅这么大，多住4个人肯定没问题的。龙翔，我妈都说了，只是开玩笑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的妈呀，他们这可真会玩。你先回里面乖乖等我，接下来交给我。龙翔看了眼左青青，故意露出了一抹犹豫之色，然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开口说道：你先走吧，我相信这件事与你无关。这次我要让你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横跳，直至精神崩溃。左青青一听，心里觉得龙翔还是爱他的，犹豫片刻，又看了一眼龙翔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龙翔见左青青走远后，心念一动，面前顿时多出了3个铁笼子，然后把左家3人装进去，丢到地下室去，就不再管了，转身回了别墅。你把他们怎么了？这些打打杀杀的事，你们女人就不要管了，你还是多琢磨一下，今晚用什么姿势比较好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洗澡去。还能洗澡？现在水就是生命，我擦擦身子就好了，不能这么浪费。放心，你男人本事大着呢，安心去洗就行了。宋青允在疑惑之中走进了浴室，而龙翔本想跟着一起进去，却听见一声惊呼：你等我几天，我家亲戚来了呢。来亲戚是吧？那我就先收点利息。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达到恐怖的60度。1个小时后，李翔和宋青允才从浴室出来。此时，宋青允的脸已经变得通红通红的，还换了一套崭新的衣服，将那傲人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就在这时，隔壁别墅突然走出一个女人，把宋青允吓了一跳。我的妈呀！不用怕，隔壁就住着一个女的。没想到，短短几天而已，世界竟变得如此陌生。想吃吗？哼，都是你，我都没脸见人了。这一天天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呵呵，这么晚来找我，应该是想跟我谈几个亿的生意。不管了，睡觉睡觉。很快，时间来到第2天，地下室有不少居民围在一起，不知道在聊些什么。凑近听，发现他们都围着3个牢笼。据他们所说，李翔是十分的十恶不赦，引诱他们过去抢他们的女儿，还这样虐待他们。快来个人帮忙放我们出去！左家3人又惊又恐，因为他们发现大家都像看猴子一样看着他们，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。求求你们去帮我们把李翔叫过来就行。叫我去我就去，叫死个人，我专门把他们弄进去，还给他放出来。大家都知道，真正让人心动的是那最后一句平分物资，这是所有人都想要的。于是，一场新的风暴即将上演。而此时的李翔正躺在沙发上，吃着澳洲的大龙虾。
末世高温来袭，全球温度飙升到60度。老公棒棒的。小区里，一场针对李翔的风暴正在酝酿。四女陆续醒来，柳如烟和米小璐看到屋里又多了2个女人，自然吃了一惊。程牙和宋青允也很猛，没想到李翔这家伙看着年纪轻轻，其实是个老司机。宋青允看到柳如烟后，差点没忍住。看来我的猜测是准确的，但是现在该怎么办？好尴尬。哈哈，大家认识一下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柳如烟作为一家公司的小领导，第一个适应过来，笑着道：“我叫柳如烟，2位美女怎么称呼？”我叫程牙，你们呢？我是米小璐，我叫宋青允。四女很快熟悉起来，气氛逐渐缓和。到了下午，李翔挥汗如雨的锻炼。哇，老公你好厉害呀！老公棒棒的。要不是这样，这家伙的精力也不会那么足吧？我怀疑这家伙是头牛变的，不然怎么能更那么久？西西，你这个小浪蹄子，是不是还没有被更过瘾？呸呸呸！不过说实话，刚才我感觉上了天，差点爽死。米小璐露出只可意会的表情。3个女人一台戏，而女人一旦黄起来，那还真没有男人什么事。宋青允在一旁听得面红耳赤。到了晚上7点多，手机传来报警声，张氏他们来了。这几个傻子想要破门而入。四女虽然有些担心，实际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好呆呆的在一旁待着。李翔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也听到了，看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破坏监控吗？因为我就是要让你听到看到，让你在恐惧绝望中迎接你的死亡。我说老张，你这人也忒没劲了，明明是你带着老婆送上门来的，而且还拿武器要杀我，抢我的家，我都没有伤你一根毛，这还不够好吗？而且你老婆也是自愿跟我的，我有半点强迫吗？外面20人露出八卦的表情，因为这和张氏之前说的可不一样。李翔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你抢了我的老婆，居然还倒打我一耙，哼！不跟你多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那你们也要尽得来才行。